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你知道吗？我最近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。我有个朋友35岁了，突然跟我说想学画画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开始各种纠结啊，说自己年纪大了，说小时候没有基础，说现在学会不会太晚了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想法吗？对啊，我也经常听到这种话，好像过了某个年龄就不能再开始新的东西了似的。就是这样。但你知道吗？我后来想了想，发现这种想法其实挺奇怪的。为什么我们总觉得现在不是最好的时候呢？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想等到条件完美的时候再开始吧。对，就像那句话说的，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但很多人听到这句话，第一反应不是“那我现在就开始”，而是“哎，要是10年前开始就好了”。哈哈，这个心态确实很普遍，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想法。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好的开始，这不是什么鸡汤，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道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今天不开始，那明天你还是会面临同样的问题。而且明天的你又比今天老了一天。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记得高尔基说过一句话：“学习永远不晚。”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但仔细想想，它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什么事实？就是学习这件事儿，它不像体育运动，不是说过了某个年龄就不行了。学习是一种能力，而这种能力是可以一直保持和发展的。这倒是真的。我见过很多老年人学新东西，学得特别好。对啊，我之前看到一个报道，说有个80多岁的老奶奶开始学编程，最后还真的做出了一个小游戏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连80岁都不算晚，那我们这些30岁、40岁的人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？这个例子太励志了。不过我觉得很多人不敢开始，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害怕失败，害怕自己学不好，害怕别人笑话。你说的对，但这里面有个误区，就是我们总觉得开始一件事就必须要做到完美，必须要成功。嗯，好像确实是这样。但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开始的意义不在于你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，而在于你开始了这个过程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。怎么说？比如说学画画这件事儿，你开始学了，哪怕画的不好，但你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观察能力会提高，你对色彩的感知会更敏锐，你看世界的角度会发生变化。这些收获是不是比你一直不开始要好得多？确实是这样。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晚的定义其实是有问题的，怎么说？就是我们总是用别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，比如看到别人20岁就开始学某样东西，我们30岁才开始就觉得晚了。但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不一样啊。对，这个观点特别好。每个人的起点不同，经历不同，为什么要用统一的时间表呢？而且我觉得年龄大一点开始学东西，其实还有一些优势，什么优势？比如说我们的理解能力更强了，我们有更多的人生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的知识，还有就是我们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学习的目标更明确。这个说的太好了。小孩子学东西虽然快，但很多时候是被动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要学。成年人学东西往往是因为真的想学，这种主动性其实是很大的优势。对，而且成年人的自制力也更强一些。嗯，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人在说现在开始太晚了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是想开始的。哈哈，这个观察很敏锐，确实是这样。如果真的不想学，就不会纠结晚不晚的问题了。就是这样，所以当你开始纠结现在开始会不会太晚的时候，其实答案已经很明确了，现在就是最好的开始。那如果有人说我现在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学新东西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代表性，但你想想，什么时候我们会不忙呢？
学生时代忙着考试，工作了忙着赚钱，有了家庭忙着照顾家人，好像永远都有忙的理由。确实，总能找到不开始的理由。所以关键不是等到不忙的时候再开始，而是在忙碌中找到开始的方法。比如说，你想学英语，不一定要报个班，每天上2小时课，你可以每天听10分钟英语播客，或者看1集英文剧。对，积少成多嘛。就是这个道理。而且我发现，当你真正开始做一件事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时间其实是可以挤出来的。这个我有体会，我之前一直说没时间读书，后来真的开始每天读一点，发现其实时间还是有的。对吧？很多时候我们说没时间，其实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。一旦下定决心，办法总是有的。那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有些人觉得自己基础太差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这个问题也很常见，但我觉得基础差不是不开始的理由，而是更应该开始的理由。怎么理解？你想想，如果你的基础已经很好了，那你还需要学什么呢？正是因为基础差，所以才需要学习啊。而且基础差的人，进步的空间反而更大，每一点进步都会很明显。这个角度很有意思。而且现在学习的资源这么丰富，网上有各种教程，从最基础的开始教，你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那就从最简单的开始。对，现在确实比以前方便多了。以前想学个什么还得找老师找学校，现在网上什么都有。就是这样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现在确实是学习的最好时代，资源丰富，方式灵活，成本也不高。那你觉得对于那些想开始但还在犹豫的人，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想太多，先开始再说。很多人喜欢制定完美的计划，买一堆书，报一堆课，结果计划做得很详细，就是不开始行动。哈哈，这种人我见过太多了。对吧？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今天就开始做一点点，哪怕只是10分钟，哪怕只是看1页书，重要的是你开始了。万事开头难，但开了头就好办了。就是这个道理。而且我发现，当你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，你会慢慢找到感觉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和节奏。对，在实践中调整，比在脑子里想象要有效得多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不要给自己设置太高的期望。很多人一开始就想着要学得多好多好，结果压力太大，反而坚持不下去。这个我深有体会。我之前学吉他，一开始就想弹很难的曲子，结果挫败感很强，差点放弃。对，所以要循序渐进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积累起来就是很大的进步，而且这样的进步是可持续的，不会因为压力太大而放弃。说到坚持，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担心的问题，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。这个担心是正常的，但我觉得与其担心坚持不下去，不如想想怎么让自己更容易坚持。比如说找到学习的乐趣。如果你觉得学习是痛苦的，那肯定坚持不下去。但如果你能从中找到乐趣，那坚持就不是问题了。这个说的对，兴趣确实是最好的老师。还有就是可以找个伴儿一起学，一个人学习容易孤单，容易放弃，但如果有人陪着，互相鼓励，就容易坚持多了。对，我和朋友一起学过一段时间日语，确实比一个人学要有动力。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学习变成习惯，比如每天固定时间学习，慢慢的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习惯的力量确实很强大。而且我觉得学习这件事，它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或技能，更重要的是它会改变你的心态。怎么说？当你开始学习新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可能性，这种感觉会让你对生活更有热情，更有信心。这个我特别认同，学习新东西确实会让人感觉年轻，感觉有活力。对，
而且学习还会让你更加开放，更愿意接受新的观点和想法，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问题，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都这个年纪了，学这些有什么用呢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我觉得学习的价值不应该只用有用来衡量。怎么理解？比如说，一个60岁的人学画画，可能不会成为画家，但他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的快乐，对美的感知，这些难道不是价值吗？确实不是所有的价值都能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。就是这样，而且谁说学了就一定没用呢？现在社会变化这么快，说不定你今天学的东西，明天就派上用场了。对，而且即使暂时用不上，学习本身也是一种享受。我觉得学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，这种好奇心是让我们保持年轻的秘诀。这个说的太好了，好奇心确实很重要。而且你想想，如果我们停止学习，停止成长，那生活会变得多么无聊啊！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，没有新的挑战，没有新的发现，想想都觉得可怕，对吧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学习不是负担，而是让生活更精彩的方式。那对于那些已经开始学习，但遇到困难想放弃的人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觉得首先要明白，遇到困难是正常的，学习新东西肯定会有不懂的地方，肯定会有挫折。对，这是学习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。关键是怎么面对这些困难。我觉得可以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，而不是失败的证明。这个心态很重要。还有就是可以适当降低一下期望，给自己一些时间。学习是一个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耐心确实很重要。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可以寻求帮助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有问题可以上网查，可以问老师，可以和同学交流。对，不要一个人硬撑着。还有一点就是要学会庆祝小的进步，不要总是盯着还没达到的目标，要看到自己已经取得的进步。这个建议很实用，确实，认可自己的进步很重要。对，每一点进步都值得庆祝，这样会让你更有动力继续下去。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行动起来。就是这样，再多的道理，再多的方法，如果不行动都是没用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一个小挑战吧。什么挑战？就是今天就开始做一件你一直想做但没有开始的事情，哪怕只是10分钟，哪怕只是第一步。这个挑战太好了，现在就是最好的开始。学习永远不晚，不要再等了，就从今天开始吧。对，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对你有帮助，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说不定他们也正在为同样的问题纠结呢。让更多的人知道，现在就是最好的开始。我们下次再见。